有些人来相亲啊，你是又挑又不自知啊，没得救了。有一姑娘大过年我让给急的啊，差点进了二院我。95年的29岁幼儿园老师啊，她给那相亲史上画上了浓重的一笔啊。相了6、7年了，就是没嫁出去，给我愁的是不行了啊。长得还可以，就是啊是眼眶子贼高啊，爱幻想不切实际。你问他择偶要求吧，房子要有，长得不能太难看，哎呀，父母还得有退休金，赚的不能比我低。问他你多少钱呀？他说4000多点，那我就给你介绍个6000的吧，那比你高很多了吧？他说不，6000的和我是差不多呀，不能低于1万。反正啊，相了这几年，各种条件不合适呀，我都已经对他躺平了。结果今天来跟我说呀，他要有对象了，让我给选选。哎呀，我这听啊一愣啊。上回我们去办那个相亲会啊，他来了，照那资料卡，好家伙，加了一圈年收入20万以上的男士，至少得几十位啊，每天业务非常繁忙啊。男友养成记，元旦一放假，昨天是统一安排见面赶场，上午、周五、下午、晚上一天啊接了4位，哎呀，跟后宫选妃一样。见完面给他兴奋的啊，晚上睡不着觉啊，愣是不知道该选谁了。一位啊比他大了1岁，这学历不高，人家能干呢，跟着父母开店啊，门店挺大，有车有房3套，而且还有2个商铺，最主要都是全款啊。男士也说了啊，准备再买一套这个大点的洋房啊做婚房，其他的出租，这样每个月光收租房子1个月就有上万了。这姑娘一听眼睛啊瞪得老大啊，这男人有能力，嫁给他我是衣食无忧了。可这一看这男士他就觉得不雅。说话大老粗，光想着挣钱买房呀，生活不是打牌喝酒就是 KTV 啊。这姑娘就试探的问了2句啊，吵架男方愿意哄女孩子不？这男士给怼回来啊，为啥要哄？谁做错谁道歉啊？给这姑娘气的那堵得慌呀。但是啊，又一坐上这男士的奔驰车，又觉得男士这个魅力倍儿足啊。第2位，这姑娘就说是一见钟情啊，28岁，比她还小啊，185的身高，身材啊特别好，而且皮肤白，有衣品会打扮，做保险这个行业。2人边吃饭边聊天啊，聊到家庭条件。一听啊，男士是农村的，有个弟弟和妹妹，父母目前还没能力帮他置办房产，还有点负债。哎呀，那个心里就不愿意了，饭也吃不香了呀，想着呀租房结婚，这不是扯淡吗？我怎么可能结婚租房子呀？可一看男士一眼，哎呀，那个心动呀，就特别纠结，爱情和面包难道不能同时给吗？说完他就跟我讲，哎呀，自从见了他们呀，我是一晚上没睡着。这长得帅的没钱和有钱的长得丑的，我到底该怎么选呀？我就教他啊，这选人呐，别看长板，得看短板。你最不能接受谁的短板？他权衡利弊了一圈啊，哎呀，还是哪个都想要。我问他男方都什么意见啊？他说我还没联系呢，我这没确定下来选谁呀，我是不能联系，万一他们俩都喜欢我，我这整的脚踏两只船呢。哎呀，我一听啊，我说姐妹儿，你连男方啥态度你都不知道吗？你搁这纠结啥呢？我说这样吧啊，我给你问问人家，反正我也认识，对你印象咋样呢？你再做个选择。他说行，我就给第1位男士打电话啊，男士直接就说了性格不合适，这给这姑娘气的，就见了1次面，还没相处就说我性格不合适了。我说人家那是托词，原因是啥不重要，人家就是不喜欢你啊。第2位也打通了啊，说已经有对象了。我这一听，你这也太快了吧？男人说昨晚刚见的，人合适啊，这时间就不成问题。言外之意啊，这姑娘不合适啊。哎呀，这姑娘可气的啊，这中午刚见完我，晚上就去见别人，对我太不尊重了吧？听完他又问我，这找对象怎么这么难啊？不是女人想嫁都好嫁吗？我的乖乖啊，你找个条件差那肯定好嫁呀，多的3000万的光棍，你怎么不从那儿选呀？隔壁村的五保户你怎么不跟啊？这相亲和你选企业找工作是一样的，有些公司收入高，发展好，还没那么辛苦，而且还很光鲜。你得不到这个公司的 offer， 那是你实力不够啊。北大清华谁都想去啊，你分够吗？上个大专都费劲，人北大清华抢的都是状元的。你要求高那是你自己的事情，但是你要先掂量自己到底几斤几两，别好高骛远，自作聪明，这儿看不上那儿看不上的，看上你的你就嫌这嫌那儿的，再这么下去，五保户得嫌你吃的多。有些姐姐们来找对象，我这人伺候不了了啊，这大过年呀，这血压也没降下来过。有一位79年的离异不带孩子的女士啊，上午来找我找对象了。那身高啊大约在160左右，身材偏胖一点，短发，一上来就跟我说呀，要找做生意的老板啊，年收入不能低于30万。看这架势啊，没点实力啊，那说不出来这话呀。我问啊，大姐你是在哪高就？她说啊，打零工。这3字一出啊，哎呀，我那脑神经啊都没转过弯啊。大姐慢慢的介绍了一下自己啊，目前在热力公司里做后勤工作，年薪在3万左右，离异3年多了，有一女儿12岁，跟着前夫，初中学历。说到这儿啊，还特地强调了一下，自己已经考上了成人大专呀，这明年就可以毕业了。毕业之后呀，会考会计啊，考本科等等。现在是有车有房有存款5位数。说完跟我叹了口气说呀，哎呀，现在这年头啊，婚姻啊靠爱情那肯定指望不上啊。
她前夫在物业上班啊，1个月4000多点，这老婆孩子呀都跟着喝风。她整天啊抱怨这男人没用，这抱怨多了，俩人就吵架啊，最后就离了，房子给了他。说到这儿啊，就凑到我眼前跟我说呀，哎呀，我看你粉丝挺多呀，这有钱男人的资源你肯定不少。我想明白了啊，为了我和我女儿啊，我也得找个有钱的。听得我那池子里的王八啊都忍不住怼呀，你大白天做梦，你不要脸了你！这位大姐呢还一个劲儿的滔滔不绝呀，说男方一定要在170以上，50岁以内，学历本科以上，做生意的老板啊，年收入啊最低30万，未婚或者是没生过孩子的。她说啊自己做不了后妈，但可以给男方啊再生一胎。最后补充了一下呀，接受姐弟恋。哎呀，听得我那血压呀蹭蹭蹭直拱啊！我跟他说啊，先不说50岁未婚还没生过孩子的老板有几个啊，就算有，你自己都44了，缺油缺水缺电了，给老板生孩子都费劲了吧？这位大姑娘听完呢，那直接回怼我呀，哎，你可不能这么说啊，那新闻上呀60岁不还能生2个吗？再说了，我就算生不出来了，我不是还有个女儿吗？过继过来给她，以后啊给她养老，她这不是啊白捡个姑娘吗？这顿输出啊直接给我干懵了啊，人家当老板缺你闺女给养老了？就你这思维方式啊，那小脑啊指定是离家出走了。我说你这是来找对象还是来做梦来了？人家老板呢凭什么要娶你啊？是你调好盘量，还是能给人生个大胖小子？就算你是辆法拉利，这40多年了，你修发动机他也没配件了吧？人家都当老板了，这身边不得好多年轻姑娘？娶了你怕这死了棺材本都不保了吧？他听了就开始不爽啊，说自己的优点很多啊，会做饭，会收拾房子。另外呢，他经历过婚姻啊，更懂得婚姻的重要性。听到这儿我就气不打一处来呀！你上段婚姻嫌贫爱富，自私自利，一屁股屎还没擦干净呢，别把自己说那么高尚。我还没说完啊，他就不愿意了，怼我说呀，这现在光棍多了去了，3000多万呢，2条腿男人那么多，这女人啊想嫁她怎么都嫁得出去啊！哎呦，听得我呀，是呀，人迪拜大王子还光棍的，你这不是大白天做梦异想天开吗？想要嫁得好啊，首先自己得优秀，没事减减肥啊，去脂去油，多培养一点生活爱好，不要总是围绕着男人转，多点自立能力。想找30万的，自己先达到个10万，凡事都得讲究门当户对，再去改改自己傲慢的脾气，小鸟依人一点，不然呢要啥啥没有，还5大3粗的，老板娶你回去都得费大米。今儿且这王八我不要了啊，换刺猬看门，这种人再进来就给我炸出去。时光飞逝啊，嗖一下又到了新的一年呀。今天呢，给大家分享一个相亲成功的故事。别再问我是不是童话故事啊，这现实生活中啊，朴实一些的爱情故事啊，那还是有很多的呀。去年我给一个小伙介绍对象啊，他是92年的，个子不高，也就最多170吧。高中一毕业呢，就去新疆当了兵，这部队也一待啊就是10年。家是农村的，父母赶集啊，做点小买卖，在城里给他买了一套小房子。给他介绍对象啊，其实一直都是比较困难的。很多姑娘都会觉得他要么个子矮啊，要么就长得没有眼缘，甚至啊连面都不见啊就直接拒绝了。这去年夏天他休假回来嘛，给他介绍了一位94年的姑娘，是一名护士，个子也不高，在155左右啊，很瘦。这互相换资料的时候，我还问过这姑娘啊，是否介意男士的身高和家庭情况。当时这姑娘就说呀，我也不高，家庭条件呢也比较普通，既然都是普通人，那谁也不嫌弃谁嘛。就这样呢，两人呢见了个面，互相感觉都还可以啊，就相处看一看。之后几天呢，男士主动是请这个姑娘吃饭，给她送礼物，但人家却说呀，这谁赚钱都不容易，礼物不要，吃饭大家 AA 就好。不是不想欠别人情分，而是觉得既然想要在一起啊，他就不想让对方啊吃亏。两人相处呢也很简单，饭后经常去公园里探探马路，聊聊人生理想以及对未来的规划。走累了呢，就去路边的石凳上坐着聊。这聊着聊着呀，就是一下午。通过几天的接触男士就觉得这个姑娘呀很懂事，很明事理。这姑娘也觉得这个男士性格稳重，做事周全。这有一天，这个姑娘的父亲生病住院了。男士知道之后是二话没说就去了医院，是忙前忙后，主动帮忙了几天，脏活累活都干了。姑娘和她父亲呢是看在眼里疼在心里，也是很感激。时间很快到了回部队那天，姑娘亲自去送这个男士，两人没车呢就一起去坐公交去车站。在公交车上，姑娘从包里拿了一盒亲手做的馅饼，2个好地瓜，还有一杯热奶茶。她和男士说呀，这去新疆的路很长，饿了就要吃这些，千万别饿肚子。那一瞬间男士特别的感动，而且也感激觉得这姑娘人特别的好。
进车站的时候呢，姑娘也在外面等了很久，直到男士进站之后，她才放心的离开。去年的腊月新疆的冬天特别冷。有一天晚上有一个战友跑过来跟男士说有人找你。他出去一看这个傻姑娘就站在门口瑟瑟发抖，穿的衣服也比较薄，脸还被冻得通红通红的。姑娘却说快递好多都不发到这里，她不放心，她就想送一些日常用品给他。说着这男士就赶紧脱下自己军大衣给他披上，让他进了屋里。进屋之后，这姑娘就开始从背包里面拿东西，这是冻伤药，这是我给你织的围巾，还有保暖内衣，还有这个你最爱吃的饼和腊肠，我都从老家给你带回来了。看着姑娘一件件的往外掏东西男士立马就忍不住了，像个孩子一样哭了，抱着这个姑娘就说自己回不去，不能照顾你，特别对不起你，还让你亲自跑来一趟。姑娘却说那有啥你出不来我就来看你，不一样吗？就那一瞬间男士想着这一辈子豁出命也得对这个姑娘好。来年的春天，男士又休假回来了，两人见了双方的父母。一开始这女方父母是不太满意的，觉得男方在外地1年才回来一次，这个家是要靠女儿的，他就不放心。这姑娘劝父母两人只要真心把日子过好，一切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。当兵呢是保家卫国，又跟父母说男士对她很好，人品很好，有责任心等等。最后这姑娘父母也同意了，两人就在国庆节结了婚，彩礼4万加上3金。在一起的这2年很少发生争吵，遇到问题都是互相理解和包容，生活过得也是其乐融融。以前我说过很多遍幸福的故事都是一样的，只有不幸的故事才各有各的不幸。新年快乐，希望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。能想到最浪漫的事，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。有些姑娘来找对象，那都是牛逼哄哄觉得自己买上房了，那都比男人厉害了就可以找到条件好的高富帅了，思聪都得搁家里等你翻牌子呢上午呢，有一位这个姑娘来许愿，真的是做梦来的，一上来就跟我说自己条件特别好，希望我能够帮她介绍这个优质男。听到这儿我就立马跟我那池子里的王八们小板凳都端好了。这姑娘介绍说自己是91年的，身高有160左右吧，体重在110斤上下，这个私企工作，年薪在7万左右，父母都退休了，家里有个妹妹正在上大学。听完我就纳闷了，我说这个条件他也算一般呢我就问他条件好指哪一方面，他立马笑了一下，骄傲的跟我说我自己买了一套80多平的精装修的公寓房，一问还在郊区。说完还跟我感慨现在和他这么大年龄的这个男人呢，有好多都买不起房子的，何况他还是女人呢，尤其珍贵我问他贷款有没有，他说这套房子是首付1成买的花了10多万，其中花呗还刷了6万，商业贷了将近100万，还30年，月供5000多，目前呢已经还了1年多了。听完那一瞬间，我跟王八们愣是没坐住我那肝都颤了一下。多少？5000多？你一个月的工资才6000左右我是佩服的掏肝掏肺我问他为什么要在婚前买房呢？他说现在这个离婚率太高了，有套自己的房子特别有安全感。那我就问他，我说那你愿意在婚后出房子和男方一起住吗？他听完说那怎么可能呀，婚后应该在男方的房子里。那你愿意把房子出租出去吗？他说不行，我那装修都是我自己亲手装的，那出租肯定就糟蹋了。我又问他，我说那你爸妈帮你还贷吗？他说我自己有工资未来结婚我也有老公用不着我爸妈去还。听着这感情找人接盘给他还房贷来了。我问他想找什么样的，他说年薪20万以上，工作体面，有车有房，市中心学区房，面积不能低于140平，有眼缘的男士。听完我立马秒回帮不到而且你这32岁也没什么年龄优势了，目测脾气性格也一般。这姑娘听完就不愿意了，说她买上房子之后，那全家人都夸她很厉害值得更优秀的男士。我问他，我说有一位男士年薪20万，硕士学历，国企做管理的，他房子有140多平，但是有房贷，需要还20年，月供7000多，你愿不愿意？他一听那不行，他房贷7000再加上我房贷5000，这一个月就要还1万多了，年薪20万根本就不够，这日子还怎么过呀？听完我就笑了，人家男方也没说给你还房贷吧，他却理直气壮的跟我说凭什么不给我还贷那不然干嘛要娶我呢？听得我也是不爽，就给怼回去。你看看你自己，拿全家之力咬紧牙关付了1成首付，每个月那点工资还贷都费劲儿，花呗信用卡都刷爆了吧，还幻想着用名下有房来锁定更高阶层的男性，你不是在做梦吗？
用郊区80平贷款房为条件去找市中心140平大平层的男性，你这不做会计真是可惜了啊！这杠杆原理学的不孬啊！你买的房子一没用来夫妻共同使用，二没有出租收益，男方却要替你承担贷款风险和政策风险，这男方要么是爱你至死不渝啊，要么就是个傻缺啊！现在很多姑娘都愿意婚前买房，可以啊，但是你得先解决好你面临的现实问题。如果你有能力全款买房，结婚前自住，结婚后用来出租，给家庭的总资产还增加一份不动产，每个月还都有租金收入，又或者你付了首付，而且单位的这个公积金啊能够覆盖月供，相信这两种情况不会有任何男性不喜欢，而且你还能在婚恋市场上提高自身筹码。反之，贷款30年，月供几千，还幻想在婚恋市场去找年薪20万以上的男人结婚，这根本不现实。人性啊都是自私的，恋爱需求的是情绪价值，婚姻啊本就是经济利益共同体。30年那可是半辈子替你还贷呀，那真的是上辈子欠你的啊，这辈子给你啊做牛做马来了。哎呀，这床坐久了之后啊，你就会发现啊，这林子大了，什么鸟都有啊。昨晚呢，有一个姑娘跟我联系啊，说自己被男方给耍了啊，到嘴的王八给跑了，到底是追还是不追？这姑娘是88年的，本科学历，国企工作，年薪在10万左右。因为工作比较忙，再加上自己啊只找优质男，就把自己的这个年龄啊给拖大了。上半年家里亲戚给介绍了一位优质男啊，这个87年的硕士，年薪在20左右。两人见面啊，那是相见恨晚，认识半个多月啊，就火速确认了恋爱关系。随着感情的发展呀，这订婚仪式啊，他就提上了日程嘛。国庆期间呢，见了双方的父母啊，见完面啊，那家里人都闲不住了，就开始各种催婚。这个上周啊，男士啊也主动问了这个女方，结婚彩礼你要多少？这姑娘当时啊也没有给个明确的信儿，有些害羞啊，说跟家里人商量一下。这第二天啊，她给男士回复说彩礼20万，女方的理由是啊，这老家的风俗基本都是10到20万。哪个地方我就不说了啊，反正啊我了解的是没有那么高。其次啊，这男方的条件啊本身他也不错，真心过日子啊，这彩礼给1年的工资啊他也不为过，就定了20万。男方听完啊，觉得自己啊他不能接受这么高的彩礼，他也有理由，一是自己老家的这个风俗啊在3万到8万，二是自己手上也没有那么多的钱啊，都去买房和装修了。最后啊跟这个姑娘表态说啊，自己愿意给10万的彩礼，女方呢也不需要啊给任何嫁妆。这要求呢被女方呀给拒绝了，她觉得呀男士在彩礼上面啊讨价还价是吧？那你肯定啊不是真心想要结婚的。就这样双方僵持不下，最终啊男士妥协，说我可以给出20万的彩礼，但是啊需要女方啊签一份赡养协议。内容啊我给大家总结一下啊，如下。这个第一呢是男方是独生子，父母都是农村的，也没有退休金啊。男方希望在父母60岁之后啊，每月从家庭共有的收入当中支出800元给2位老人作为生活费。这第二呢，就是从家庭收入当中啊，这男方要给父母啊购买这个医疗保险，每年啊大约在5000左右。这第三啊，就是每2年春节啊必须回男方的老家一次啊，给父母啊2000元的节日补贴。第四是父母晚年只剩1人的时候啊，要接到家里来共同居住，以尽孝道。还有一个是，如果2个人呢在5年之内离婚啊，彩礼需要退还50%作为补偿男方父母的养老基金。这姑娘听完呢就炸开了锅呀，说什么也不同意啊，认为男方啊这是明显的在向自己用手段来欺诈她。按照这协议啊，1年杂七杂八的，那就要给出将近2万，这样算下来，男方呢10年就回本了，我还免费给男方当了10年的保姆，又出力又生孩子的，而且如果5年之内离婚，我还要退回10万过去，这不是做梦吗？男方就解释说呀，这个协议啊本来就是啊子女应该履行的义务，况且是婚后共有财产，以自己的实力啊，这钱啊基本都是自己来出的。离婚那条啊并不是想要多少回来钱啊，只是希望女方能够好好跟自己过日子而已。就这样2人呢是互不退让啊，关系就僵在那里，冷战了有将近1个多周啊。前天下午啊，男士突然就发信息说啊，2人不合适，不想耽误了这姑娘，提出了分手。这姑娘一看呀啊，立马慌了神呢，急得跟这个男士解释说呀啊，自己想通了，可以接受协议。男士却回复说呀，不是协议的事情，而是自己啊确实没有能力啊给这20万的彩礼，不想为此啊耽误了这姑娘的大好前程。
于是这个姑娘呀就跟我控诉啊，这个男士啊是多么的有心机啊，从一开始啊就没有想过要给彩礼，协议啊只不过就是分手的理由而已。说着说着呀，这姑娘就开始啊哭啊，自己这么大年龄了啊，好不容易遇到一位合适的优质男啊，不想就这么错过了。说如果20万的彩礼男方觉得多呀，她自己啊是甘愿啊降到10万。但是啊，在她自降身价之后啊，跟男方联系啊，依然是被拒绝了。男士啊说什么也不愿意跟她在一起了。这姑娘是越想越后悔啊，她就想不明白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。那我就跟她讲啊，我说前些日子我去市场卖王八啊，有人看上了，觉得我这王八哎呀品质特别好，问我多少钱，我说20万。那个人说我疯了吧，别人都卖200，你竟然卖20万。我说这样吧，我自降身价啊10万卖你了。那个人他不买啊，觉得太亏了，还骂我太贪心啊。我一听我就不愿意了呀，明明我都给你便宜一半了，怎么你还挑三拣四了？你看道理是不是都一样啊？买卖不成啊，无非就是价格不公啊，有人觉得亏了。那至于哪方亏了，大家来给说道说道。看我视频的你们啊，没事啊，千万别给人搓冷了说媒啊。这年头啊，说媒啊，不是被累死就是被气死。想想我都觉得特别好笑啊。这上个月呢，我撮合了一对单身男女啊，男士是91年的大专，国企上班，年薪在10万左右吧。这个姑娘呢是93年的大专，在私企做文员的，年薪在6万左右。两人刚见面，哎，他们就觉得很合适啊，就说要相处看看啊。每天呢也是聊天呀、视频通话都很甜蜜，话题很暧昧。隔几天呢就见个面，彼此啊心意都已经表明确了啊。这个男士也想着等疫情这个结束啊好一些的时候就去跟姑娘表白。这月初啊，这个疫情不是放开了吗？阳的人啊他就越来越多。这姑娘单位里陆续好多人都发烧了。哎，他就害怕自己啊，这个得了之后怎么难受啊？他就和男士说呀，现在啊外面都是一药难求啊，自己啊怎么也没买到药，万一再发烧啥的怎么办？男士听完呀就说呀，哎呀，我这里有药啊，我给你送过去吧，顺带呢请姑娘出来吃了个饭。就上周末嘛，精心打扮了一下就去赴约了。刚见面两人聊得都特别开心啊，互相夸对方人好，还约好元旦一起出去啊旅游。饭后两个人就去公园里散步。散步途中呢，男士还主动牵了女士的手啊，两人呢就这么溜达散步了快2个小时。男士就送这个姑娘呀回家，在路上呀，男士拿出了一盒布洛芬啊，说现在啊到处都没得卖了，强调这药啊只能发烧、全身疼的时候吃。姑娘还特别感动的就抱了一下男士，说在这个关键时刻你还会给我送药，你对我真的是太好了。姑娘还感动的回去啊，给这个药拍了个照片，发了个朋友圈嘛，说感谢遇到你。嘿嘿，这前天啊，这姑娘还真发烧了啊。赶紧的多喝水啊，找药吃，就拿起布洛芬呢，打开盒子一看，里面就一板，而且这一板还被抠了很多，就剩了4粒了。姑娘看了的是越想越气啊，觉得自己难道连一盒完整的这个药都不配吗？当时啊，因为发病啊，也没有跟这个男士过多的去沟通，吃了药之后啊，就赶紧休息了。这几天啊，这个男士啊发信息他也不回，想着呢自己好多了，就给男士啊打电话过去质问，为什么给我吃剩下的药？亏我自己当时还很感动，以为你有多喜欢我。这男士听了就赶忙解释啊，我自己也没有买到药，这个布洛芬还是之前家里剩的啊，里面呢还剩了7粒，我自己就留了3个，给你送了4个。姑娘听了就觉得特别好笑啊，对待自己的态度竟然是这样，让我吃剩下的布洛芬。男士听了也不愿意了啊，说自己留下的还没有给你的多，我不能把我的全给你吧？那我生病了没人管我，我就没药吃了呀。于是啊，这两人呢是一人一句啊吵起来了。女方的辩论观点啊，是你喜欢我，想跟我结婚啊，你就应该关心我，给我1整盒的布洛芬，而不是应该啊让我吃剩下的，让我觉得你压根就不珍惜啊。男方的辩论观点啊，药是治病了，多了也没有用，自己留下呢也是以防万一啊，自己生病的，这是情理之中啊。女方这人太自私了。于是啊，这俩人就争吵啊，情绪没有控制住，男士啊就说了这姑娘一句啊，这个不识好歹。于是这姑娘就特别生气啊，也骂了男士啊这个一家。最终呢，两人啊都给我打电话啊，跟我说呀处不下去了。我听完也是特别无语啊，血压搓上不去，直接往上掉了。我劝他们，我说各自啊换位思考一下，互相理解。但这两人不听啊，就互不退让，非说对方呀算计太深。这个姑娘就说呀，这不是布洛芬的问题，而是两人如果结婚了，那是一辈子的问题。这个男人啊太自私了，这4粒药怎么好意思送得出去？最关键的是还把我给骂了，这个事啊坚决忍不了。男士说呀，
这也不是要的问题，而是女方人品的问题。他怎么不问问我有没有要呢？他说我骂他，他把我全家都骂了一个遍。哎呀，听到这儿，说实话，我真的已经劝不动了。既然两位都还没有谈，那就好合好散吧。义和布洛芬都闹成这样，以后的日子那不得天天打呀？想想我都笑了，都是布洛芬惹的祸。大家觉得这事儿谁对谁错？哎呀，这最近火大啊，上户外来降降火。我跟你们讲啊，这有些人找对象，你真的能让他给气死。今天上午一位32岁姑娘来找对象啊，她说自己是90年的，本科学历，身高在目测150左右吧，年薪6万多啊，家是农村的，有个弟弟。说完之后啊，先是跟我感慨啊，自己单身这么多年，从来都没有遇到过自己满意的。后面呢是抱怨现在男的找对象对他呢是挑三拣四啊。我问他择偶要求啊，他说男人能力要放在第一位，这年薪啊起码在20万以上。现在这社会啊，低于20万活着都困难。其次，我比较看重男方家庭有一定的经济实力的优先考虑。这第三呢，我欣赏那种有大格局的男人，这人一定要好，有远见。听完那一瞬间啊，我是发呆了几秒。我问这姑娘，你是头回相亲吗？她说不是呀，我都相了3、4年了，但是我从来都没有遇到过我满意的。说完还很疑惑的问我说我要求高吗？哎呀，说我已经忘看很多了，要不是这年龄大了，低于50万年薪的我都不会见的。当听到这儿的时候，我确实没有控制住笑了一下。这姑娘直接瞥了我一眼，我立马收敛一下，问她除了这3点还有其他的吗？她说呀，主要就是这3点。我一听这感情还有次要呢。我说这有个男士91年的，常年在国外工作，1年20多万，单亲家庭，母亲是在国企退休，要求不算高，想找个女孩子是本地的，人好就可以。这姑娘一听呀，就跟我说，哎呀，这30多岁了，在国外工作才20多万呢，一看就没有能力，不考虑。哎呀，听完我是直接怼了过去啊，你自己不才赚6万吗？你嫌人家赚20万的没能力啊？她说我是女人呀，那赚钱我是指望男人的，问我还有没有合适的。我说呀，这有一个大你3岁的卖二手车的，收入不错，1年20、30万。还没等我说完，他就打断我，跟我说不愿意。这卖二手车那不都是2道贩子吗？这工作不体面。哎呀，听得我是人屎忍尿，我也忍不下去你来找对象没照镜子看看你自己什么样吗？单拿哪一项出来你都是个王炸，个子不高，年龄不小，农村户口还有弟弟，最关键的是这个事儿多脾气大，毛病还不小。你想让年薪20万以上，家庭条件好，工作体面，有情商的男人来认识你那真的是痴人说梦了。就刚才我给你介绍那2个男生人家都不一定能看得上你。你都32岁了，符合你这些条件的男人，要么结婚了，要么人找个这个个子高、身材好、年轻又漂亮的，不行吗？你不要这么的不自知他说我可以接受年龄大我10岁以内的。我问他离异带娃的你接受吗？他说年薪50万以上的，离异不带娃的可以考虑一下，还得看这个人的工作和外貌怎样。我一听完了那养老院里一亩3分地那就是你的归宿了。来找对象都稍微收敛一点，别老跟欠灯似的二虎吧唧、毛了三光的，说话办事你得有点谱吧。缠别人的钱咱们就得包容一下人家的缺点。怎么地？你把我这当成中国梦想秀了？我是来给你实现梦想的吗？时间长了别让人膈应。送客这种人真难伺候。王八们，快送走！滚！有一位姑娘来找对象32岁了，一直单身呢。本科毕业，在国企工作，年薪6万左右。她自己也很着急但总是相亲不到满意的。我问她，我说你到底想要找什么样子的？她说呀，想找一个人品好又顾家又靠谱的男人。我说你这范围也太大了，你可以具体一点呀。她说呢，自己其实也没什么要求，只要人好有感觉就可以。听完呢，我就跟她说我说我这边确实有不少男士人挺好的，但是多少都有些明显的短板就是缺点。他们找对象要求也不会太高。既然你比较看重感觉，那我就先把他们的缺点说给你听听。你要接受的话我呢就介绍给你；不接受咱就算了，免得介绍给你你又看不上人家。他听完之后也同意了。这介绍的第一位男士主要缺点就是胖身高在175左右，体重接近200斤。他一听就跟我说，哎呀，这也太胖了，自己的身材都管不住，那还能干啥呀？不愿意。这第二位男士学历中专，家是农村的，父母也没有社保，兄弟2个，他是哥哥。这姑娘一听这不行，我是本科我不能找本科以下的，兄弟俩麻烦还不断，而且农村婆婆她也厉害。接着呢，我又介绍了第3位男士这个男士情况比较特殊一点脱发比较厉害，个子也不算很高165左右。但是这个男士我是比较了解的，认识时间很长嘛，知根知底，人品特别好。这姑娘一听我不同意秃头很难看的，个子太矮那也太丢人了。
听完呢，我又给他介绍了第4位男士啊，人很好，但是太老实了，没谈过恋爱，性格比较闷，不会哄女孩子开心。他一听就不愿意了，说不喜欢太老实的，起码2人谈恋爱啊，他得懂我的想法吧，我生气了得知道会哄我，不然的话我干嘛要跟他在一起呢？说完呢，就特别不情愿的跟我抱怨，说我给他介绍都是歪瓜裂枣啊，他一个都没能看得上。听完呢，我就跟他说，我说我给你介绍这些还真不是歪瓜裂枣啊。第1位胖子男士啊，人家是有车有房，海外留学硕士，父母还是公务员，性格好，在华为工作，那年收入嘛肯定可观呀。这第2位呢，虽然家是农村的，中专毕业就在外创业，现在自己开2家工厂啊，收入啊咱就不说了，手下员工都有100多位。这第3位男士啊，在研究所搞科研的，年收入啊稳定在30-40万，父母都是大学老师，家庭教育都非常好。那第4位男士呢，这个是一名医生啊，因为大学确实比较忙啊，这个学业顾不过来，也没有时间去谈了。这姑娘听完立马就跟我说呀，哎呀，那感觉还不错啊，都可以认识一下。我问他，我说你不是都没有感觉吗？他说那不是因为你先说他们的缺点吗？你看看啊，要么长得胖，要么长得丑，要么家是农村的还兄弟2个，要么是情商低的，所以我才不愿意啊。我一听啊，合着你所谓的有感觉，就是对方长得帅，身材好，情商高，家庭条件还好，个人还有能力的呗。这姑娘一听啊，说啊，那也不是，我这个人吧，不是很看重物质，感觉呢就是看对眼儿，这个对方长得看起来舒服，相处起来不讨厌吧。听完我就头疼了，姐妹儿，你好歹明确的告诉我一下什么是有感觉吧。最后这姑娘啊是缓缓道来呀，这个车房啊是要有的，没有贷款最好，有贷款呢也可以，但是个人能力得强。你像我1年赚6万块钱，他1年得起码15万吧。家庭条件呢我也要求不高，这个男方父母城市户口有个退休就行。工作上面这个男人工作嘛最好体面一点，公务员呀、事业单位啊、管理岗啊、这个医生啊都可以的，我也不挑。这人这一块呢，就是啊，长得呀不要求多帅，毕竟啊我也配不上人家，但是也不能太丑，稍微差不多的就行。性格稳重，思想成熟啊，这个是我最欣赏的。其次人品要好，有责任心也是我最看重的。2个人相处啊，这个情商啊多少得有点吧。当然呢，我要求也不那么高啊，起码呀会哄我开心就行。说了这些之后还问我有什么要补充的，我的妈呀，这些都已经灭绝了吧。临了还加了句啊，哎呀，不找离异的，身材不好的。哎呀，忍了忍，我就跟这姑娘说啊，总是这么做梦找对象，都32了，最后不耽误你自己，耽误谁呢？好了啊，最近许愿池里面的王八有点多，我等会儿我得去市场上卖王八，1只王八我得卖30万，看有没有人识货啊。